卧槽，萌兰今天真的越狱了，并且差一点就成功了，而她越狱的整个过程也被完整拍摄了下来。我们来一起看看今天的萌兰一上班就干大事了，还是熟悉的配方。为了更好的爬上围墙，萌兰找了一个绿盆当做垫子，就这样萌兰进行了第一次尝试。她选择的这个地方也是最近她提前踩点好的，不知道的朋友不妨看看我最近的视频，视频中我都有解说和介绍。不知道是不是好久没有越狱了，她有点紧张的原因，尝试了好久都没有爬上围墙。只要思想不滑坡，方法总比困难多。在她进行第二次尝试时，她成功的爬上了铁门，这次是为了越狱，不是为了拆监控。这个铁门显然不是一个很好的攀爬处，萌兰很明白其中的道理，然后下来准备进行第三次尝试。好的，这一次萌兰终于爬上了围栏，然后很快爬到了围栏的最高处，可惜这顶端有东西护着，萌兰不好出去。此后很长的时间里，萌兰都在上面寻找合适的突破点。遗憾的是，自从萌兰上一次越狱后，北洞不仅加固了围墙，还对围墙进行了加高和防护，目的就是防止萌兰越狱。萌兰想要成功，只有够到这上面的铁棚，可是铁棚一点也不好借力，最终萌兰的越狱动作还是惊动了北洞的饲养员。饲养员先拍下了萌兰的越狱证据，然后使用30剂中的美食剂开始引诱萌兰。在美食剂的诱惑下，萌兰的道心开始出现问题，毕竟这墙太难越过去了。萌兰在空中纠结了大约20秒，最终还是选择了下来。虽然离越狱成功就差一步，可是这一步真的太难了，比起之前越狱时的条件，这次真的难上了几倍之多。最重要的原因还是这顶端增加了一个护栏和铁棚。就这样，萌兰越狱又失败了，我们差一点就见证了历史。萌兰下来后便被饲养员收回去关了起来，并进行了教育，而他的作案工具也被奶爸拿走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今天同一时间里，萌大在隔壁疯狂掀井盖。不吃人家的，你能吃吗？那玩意儿！大熊猫发发为了威胁奶爸，抓起一颗青团就往嘴里放，奶爸当时都吓坏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发发下班回家，看到自己睡觉的床上全是竹子，他顿时就怒了，自己睡觉的地方怎么能放吃的呢？然后就把这些吃的全部扔到了地上。他睡在床上，那是越想越生气，面对摄像头那都带着一股恨意，眼神仿佛在说了多少遍吃的不要放在床上。到了奶爸给他加餐时，他左手拿着食物乖乖吃饭，右手则抓着一颗青团。这一操作给现场的奶爸奶妈都吓坏了。你爬呀！哎，咱捡起来要脱毛了。哎！在奶妈一声惊呼中，青团被他弄掉了。在他又准备捡起来时，奶爸大声呵斥住了他：“你快，能吃那玩意儿？你不吃人家的，屁股！”然后发发一脸凶凶地看着奶爸，仿佛在表达着下次再把吃的放床上，我就把你们挂网上。这也不能怪发发，这位浦发银行的2小姐，人家可讲究了，平时吃东西都是在外面，从来不把食物带进宿舍，尤其是床上一直都是干干净净的。床上是用来放睡觉用品的，不是用来放食物的。这一波我无条件站发发这边。2小姐什么时候跟金主爸爸说，让我来咱家银行上个班？来，大熊猫真的听得懂人话。好好会呀。这只委屈巴巴的大熊猫叫做汪家，它本是一只野生大熊猫，于2007年冬天被管护队员发现于风筒寨保护区。当时它卧在冰天雪地中，浑身湿漉漉，管护人员静等3小时，未见熊猫妈妈回来，怕它有危险，然后就带到了大熊猫保护区，因救助于汪家沟，故取名汪家。2014年开始繁育，到如今已经有了7个子女。当初这只靠越狱卡头而火爆全网的颜慧，便是汪家的第2个女儿。就在前几天，汪家上班时，一来就盯上了宰在手中的笋笋，老大的没抢到，他转头就来抢老二的。即使老二把笋笋护得严严实实，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笋笋最终被汪家抢走。刚好这一幕被现场的游客拍摄了下来。小的现在 emo 了。看到老二笋笋被抢后，有点伤心的感觉。然后游客就说了一句：“汪家好坏。”他好会呀！没想到游客无心的一句，居然被汪家听懂了。汪家直接愣在了原地，顿时手中的笋笋不香了，表情都是委屈巴巴的。直到最后，看汪家的表情，我感觉他都要哭了。其实这也不是汪家第一次抢孩子笋了，在此之前，汪家带的每一届孩子
都有被他抢笋的经历。无论是16届的颜慧，还是20届的嘉阳和嘉白，都亲自给汪家包过笋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一次既然有姨姨们说他，孩子的自尊心一下就受到了打击，所以他才会觉得委屈吧。我是不是起猛了？媚珠摔倒后，既然说好疼，看来平日里大梁奶爸经常和媚珠说话，这下真让媚珠成精了。前几天，媚珠突然发出一声牛叫，没想到几天过去，已经和大梁奶爸对话的有来有回。昨天，媚珠在地上自言自语，大梁奶爸问她找谁，媚珠既然清楚的回答找妈妈。该说不说，媚珠的发音随奶爸，不愧外公带的孩子，发音都有一股粤语风。突然，媚珠脚软倒下，下巴都磕到地板了。大梁奶爸问她怎么了，不料媚珠委屈的说了句好疼。这媚珠真是要成精的节奏呀！外公才带了几个月他，要是让外公一直待下去，长大后的媚珠到时候岂不是可以无障碍和游客进行交流？关于大熊猫会说话这件事，其实早就见怪不怪了。上个月花花在基地时，还会主动叫谭爷爷过来。要说到最会说人话的大熊猫，非初心莫属了。当时游客问他是暮云还是初心，他可以清楚地回答游客自己是初心。你是暮云还初心呢？初心呢？朋友们，萌兰又有大动作了。继10月10日萌兰拆除监控后，他今天又爬上铁门，再一次检查监控是否真的坏掉了。我们通过这2组视频对比一下，可以看到监控被萌兰拆掉后，还被工作人员拆走了。萌兰确认完以后，他接下来的一个动作，根据我的判断，他下一步即将开启越狱。众所周知，萌兰当年越狱，无论是技巧还是力量，那都没有问题。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他只学会了上墙，没有学会下墙。所以当年在最有希望成功越狱的时刻，他最终没有越狱成功的原因就是不会下墙。因此啊，萌兰觉得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。今天确认监控坏掉无疑后，就开始练习下墙。即使条件有限，他依旧努力地为自己创造条件，把后脚伸高，模仿下墙的动作。今天我去北洞看他，看了他5分钟，有4分钟的时间里，他都在练习下墙的动作。那他到底有没有成功呢？可能这是很多姨姨们的疑问。朋友们，请不要眨眼睛，他下墙成功的画面也被我拍了下来。糟了，萌兰学会下墙了。再经过他几番练习，想必这下墙的技巧就能被他熟练掌握。你瞅瞅萌兰的表情，一脸的得意自豪。北洞要注意哦。萌兰从10月4日最开始的观察监控，再到10月10日的拆掉监控，以及今天的下墙动作，无不展现着萌兰对越狱的执念。小奇迹摸到电网被电出狗叫声，妈妈美香看到后赶紧上前安慰。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天小奇迹正在和妈妈玩耍，突然小奇迹站起来，用好奇眼光打量着围墙上的电网，突然他还用手摸了摸，结果被电出了狗叫声，然后就跑开了。美香听到叫声后赶紧跑了过来看看怎么回事。母爱果然不分种类，当孩子遇到危险时，第一个出现的就是妈妈。美香来到小奇迹身旁后，打量着孩子有没有受伤，并询问怎么回事。通过一顿猫语交流，美香也了解到了来龙去脉，并安慰起了小奇迹，让他不要去碰电网。被妈妈安慰后，小奇迹立马就不害怕了。看到这，可能有人会问，为啥熊猫场地会有露天的电网？实际上呀，每只大熊猫展出区的围墙都很矮，没有电网就很容易爬出去。北洞的萌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为了让熊猫远离外墙，电网是最安全的方式，并且电网电压不高，力度刚刚好，猛逼不伤脑。还有有些大熊猫还摸电网上瘾了，奶爸就给他们换到没有电网的场地。如这个视频中的叶子，就经常摸电网，每次都被电网吓到，但他习惯后丝毫不慌，反而每次去外场展出时都会打卡一下电网。还是老样子，每次都被电吓到，电到后又来摸，丝毫对大熊猫没有身体上的影响。所以有些网友不要乱喷哦，看完视频再喷。除了叶子，你还知道哪些大熊猫摸电上瘾的？